各位啊，我要是问你最高明的战略是什么呀？我认为是大巧不工，浑然天成啊！你在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乱打一气，实际上其中藏着高明的战略。我说的就是这场中东的大战啊！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朋友们？你是不是一直以为2026年2月底的这场中东大战是美国在立威啊？你肯定觉得美军联合以色列空袭伊朗，这个在超级大国面前，是吧？那这个肯定是不堪一击。但是呢，真相啊，往往会让你汗流浃背。听我慢慢道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美国王者降临，这分明是一场帝国末路的绝望的挣扎啊！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太夸张那我就告诉你，现在的美国正跪在地下找台阶下，你相信吗？先别着急啊，你翻开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你看看里面血淋淋的教训，所有的全球霸权的崩塌都是从一场打不赢的局部战争开始的。当你看懂了这场中东大变局，你也就看懂了美国为什么必将走向灭亡。说白了，美国越早停战，它的损失就越小。一旦这场战争陷入焦灼，美国输的连底裤都不剩。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我给你往深了说，你想想看，霸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霸权不是天天在外边打仗，霸权是让人从骨子里害怕，只要别人怕你，你就不用动刀子就能抢走别人的财富，这就是威慑力，这就是美国长期收割全球的底牌。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2026年的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了，他们本想用狂轰滥炸吓退所有的敢反抗的硬骨头，结果呢，伊朗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发起了雷霆般的强势反击，无数枚导弹砸向美军驻守中东各国的基地，这一砸直接把美国的遮羞布给扯了个粉碎。全世界都看清了，原来这只张牙舞爪的纸老虎真的是纸做的呀！这事儿还没完，更要命的是，伊朗的战略目标极其毒辣，他们根本不在乎一城一吃的这个得失啊。这个伊朗的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美军的霸权影响彻底清除出中东，把那些定在中东各国的美国军事基地一个个全部的都连根拔掉。这一招简直就是极其致命的釜底抽薪，失去中东，美国就失去了控制全球能源的咽喉。失去了咽喉，那个全球领导者的形象瞬间就会灰飞烟灭。这个时候你再细品一下咱们的开国太祖伟人的无上智慧吧。毛主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一个真理，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美国，轻则陷入困顿，重则亡国亡民。这句话简直就是洞穿千古的预言。咱们换个角度想啊，你翻开世界现代史看一看，那些天真的相信美国承诺的人，有哪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当年中东那个不可一世的萨达姆轻信了美国的暗示，他以为美国默许他采取行动，结果直接被美军绞死在巴格达。还有北非那个狂人卡扎菲，他主动交出了所有的底牌，幻想着能换来美国的仁慈，结果换来的是国家的四分五裂，自己也惨死在街头。这就是相信美国的悲惨下场。美国人的骨子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海盗逻辑，你退一步，他绝对不会是海阔天空，他只会步步紧逼。这些年来，美国对伊朗玩的就是这种极其恶毒的切香肠式的试探。今天制裁你的经济，明天暗杀你的高级将领，后天又在你的周边搞一场耀武扬威的军事演习，一刀一刀的切，一点一点的逼迫你退让。你想息事宁人，美国就觉得你好欺负。伊朗看透了这种虚伪的海盗逻辑，所以这一次绝不退让，因为退让的尽头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既然你要打，那就陪你打到底，这直接打乱了美国政客的所有盘算。
咱们再往深里剖析，如果美国陷入了战争泥潭会怎样？那是极其恐怖的灾难，是美帝无法承受之重。一旦战争长期化，美军的人员和装备损失将是个天文数字，死几个大头兵是小，丢了天下霸主的光环才是大。我们看看古代史上的经典教训吧，你翻阅《资治通鉴》或者是相关的古代典籍，你去细细品味，你再看看罗马帝国的兴衰历程。当年罗马帝国可是不可一世啊，总觉得天下无敌，结果他们在东方遇到了强大的帕提亚帝国，罗马统帅克拉苏率领着大军傲慢地杀入了沙漠，他以为能像以前一样轻松地碾碎对手，结果陷入了漫长的消耗战，最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这一战不仅打破了罗马军团不可战胜的神话，更让周围所有被压迫的民族看到了反抗的希望。霸权的崩塌往往只需要一次彻底的惨败。你再看看近代史上的大英帝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简直就是今天中东局势的翻版。当时的英国依然是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日不落帝国，为了控制运河，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大打出手，结果引发了全世界的怒火，勉强仗势打赢了，但国力彻底透支了。在国际舆论和其他大国的施压下，英国灰溜溜的撤军，那一刻全世界都明白了，英国的霸权时代彻底结束了。如今的美国正在完美的重演大英帝国的悲剧，他们在2026年挑起的这场冲突就是给自己挖的坟墓。咱们再来看看美国内部现在是极其的腐朽的现状。说实话，现在美国根本打不起一场势均力敌的消耗战了。引以为傲的工业早就空心化了，连船厂修一艘军舰都要排队等好几年，弹药库里的炮弹连几场高强度的战役都支撑不下来。这帮坐在华盛顿的政客每天都在算计那点可怜的选票，那些短视的精英只在乎自己的短期的账面收益，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没有魄力去打一场灭国之战。一旦伊朗把战争拖入持久战，美国的后勤补给线就会成为一条疯狂失血的大动脉。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更是进退维谷，他想把重心放在亚太，试图围堵新兴大国的中国的发展。中东这边却燃起了熊熊大火，烧得焦头烂额。如果美国的主力深陷中东，在亚太的布局就会瞬间崩盘。如果美国对中东不管不顾，伊朗就会彻底拔掉他的中东据点，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无论怎么选，美国都要掉一层皮。所以说，伊朗的强势反击精准地打到了美国的7寸，导弹砸烂的不仅仅是几所冰冷的兵营，而是砸烂了美国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恐吓机器。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伟人说切勿相信美国呢？因为这个国家的信誉早就彻底破产了。当他们强大时，他们撕毁协议如同撕毁一张废纸；当他们虚弱时，他们又会摆出伪善的面孔来求和。伊朗人用导弹告诉全世界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只要你敢于亮剑，所谓的超级大国就会露出色厉内荏的真面目。你看看现在的国际格局，多少个近期受欺压的国家都在死死地盯着中东的这盘棋呀。只要美国留下一滴血，就会有无数只受过伤的狮子群起而攻之。你以为这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简单博弈吗？这更是傲慢的西方精英与全球受压迫者之间的生死决战。那些高高在上的欧美政客凭什么骑在全世界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啊？他们凭什么靠印几张绿色的纸就能够掠夺别人的血汗呢？靠的就是那几艘破航母和中东的军事基地。现在伊朗正在把他们的罪恶根基连根拔起，这哪是什么局部冲突，这分明是敲响了旧秩序的丧钟。美国越想用武力维持体面，失血的速度就会越快。历史的规律极其冷酷无情，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够违背盛极必衰的铁律。霸权的核心是信用，而信用需要绝对的实力去背书。
当你在战场上无法取得摧枯拉朽的胜利时，你的信用就在以自由落体的速度疯狂的贬值。2026年2月底，这些反击的导弹就是击破美国信用泡沫的钢针。美国的那些盟友们现在绝对是在瑟瑟发抖，他们原本以为抱着是一条粗壮的大腿，结果发现这条腿不仅缺钙，还在不停的打哆嗦。一旦驻扎在中东的美军基地被彻底的瘫痪，下一个崩盘的就是美国建立的整个全球联盟体系。美国的经济体系早就千疮百孔了，30多万亿美元的天量债务压得他们根本透不过气来。这哪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经济结构？这分明就是一个靠借新还旧勉力维持的庞大的骗局啊！一旦中东的军事霸权彻底瓦解，那些依赖美军保护的能源交易就会彻底脱离美国的掌控。只要别人不再使用他们的货币来结算石油，那堆绿色的纸就会瞬间变成一堆废纸。到时候美国国内的通胀就会像沉睡的火山一样剧烈的喷发。那些习惯了享受廉价生活必需品的美国精英阶层将会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凛冬。再仔细的回忆一下这些年美国的恶劣行径，他们在中东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坏事，无缘无故的发动入侵，搞得别人家破人亡，把这种流氓行径美其名曰维护国际秩序。今天的这个国家煽动叛乱，明天在那个国家扶持傀儡，这种极其阴险的切香肠的战术极其恶毒。他们一直在试探全世界的底线，中国的底线，发现没人敢反抗，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但历史终究会跟他们清算这笔沉重的血债。伊朗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就是在默默的积蓄力量，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直接对准美军基地，倾泻所有的怒火。你想想看，美军的士兵现在心态是什么样的呀？他们跑到中东原本是想着镀金捞好处的，现在每天要在防空洞里边提心吊胆的听着防空警报，这种无时无刻的精神折磨足以摧毁任何一支军队的士气。更何况这是一群毫无信仰的少爷兵，遇到顺风仗他们能把戏演得比谁都好，遇到逆风局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旦伤亡的数字开始不受控制的不断的攀升，美国国内的舆论就会彻底爆炸。那些天天在电视上吹嘘美军无敌的政客根本压不住国内的滔天怒火。咱们再从中国古代史里找找古代千古流传的智慧吧。你看看汉朝和匈奴的百年生死大战，汉武帝强势反击匈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几代人积累的殷实家底和极其强大的国家组织力。而现在的美国呢，他们的家底早就被那帮贪婪的政客彻底掏空了，他们没有大汉的强盛国力，却染上了匈奴的穷兵黩武，到处点燃战火，四面树敌。古人早就一针见血的说过，国虽大，好战必亡。这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废话，这是铁打的历史规律。当年的隋炀帝仗着国力强盛，非要不知疲倦的三征高句丽，结果呢，直接把一个繁荣昌盛的庞大帝国给硬生生的拖垮了。美国现在四处出击，不就像极了那个末路狂奔的暴君吗？深陷中东的泥潭，却死要面子，拉不下脸来撤军，最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帝国的大厦在炮火中轰然倒塌。不管你怎么粉饰太平，事实就是事实。战争是极其残酷的绞肉机，更是国家底蕴的试金石。美国现在的底蕴根本经不起这么疯狂的折腾。你再翻开世界的近代史，看看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悲惨下场，他们都在鼎盛时期觉得自己不可一世，想要凭着强大的军力去征服那些最难啃的骨头。拿破仑深陷俄罗斯的冰天雪地无法自拔，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毁天灭地的灭顶之灾。不管你前期的战绩有多么的辉煌耀眼，只要你陷入了一场无法速胜的残酷的消耗战，你的溃败的命运就已经彻底的注定了。
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中东版的滑铁卢，他们想跑跑不掉，想打又打不赢，这种进退两难的绝境就是对傲慢者最严厉的惩罚。所以说2026年2月底这一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无情地戳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吹响了全球受压迫者反抗霸权的冲锋号。伊朗的导弹不仅是在军事上的有力反击，更是在政治上对美国霸权的公开处刑。全世界都在死死盯着美国如何应对这个烂摊子。如果美国选择退让，它的全球霸权瞬间解体；如果美国硬刚到底，它就会流干最后一滴血。这就是一个专门为帝国准备的完美的战略的绞肉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无数个狂妄自大的帝国。这一次终于轮到了虚伪的美国了。无论怎么垂死的挣扎，无论怎么粉饰掩饰，中东的漫天黄沙必将彻底埋葬最后的霸权幻想。旧的时代正在崩塌，新的秩序正在炮火中涅槃重生。看清了这背后的残酷逻辑，你也就看懂了未来的世界大势。所以说，伊朗不要倒，是不是啊？中国应该干点什么？这是一个绝好的历史的窗口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